们美国纽约社团的一个领导人。我非常感恩我的推荐人 Vivian 老师，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我非常感恩在公司开创期把我引进到爱健康这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呢，我有一份稳定的固定的收入，然后爱健康的产品呢，也改善了我从小到大一个家族遗传的低血压问题哦。然后在吃这个爱健康产品之前呢，我以前试过好多产品，一直都没有改善。但是在我使用到我们爱健康产品后，只是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然后我现在的血压变得很正常，然后我的精力呢，我是感到非常的充沛，我的贫血也得到了。我通过简单的分享，也让我在爱健康有了一份稳定的管道收入。然后目前是爱健康的百人幸福长。然后接下来呢，让我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也是我们的 Vivian 老师啊。然后我们 Vivian 老师祖籍呢来自中国陕西太原，他毕业于维也纳音乐学院硕士学位，目前定居在美国，也是2个孩子的宝妈。然后他多才多艺。通过这个互联网Vivian 老师从一个小白变成了万人团队的团队长。我最喜欢他的一句格言是：我既能貌美如花，又能赚钱养家。然后 Vivian 老师在爱健康用1年的时间呢，然后上到了我们公司的千人大将军，是我们爱健康公司的金牌讲师，也是爱健康的国际顾问。然后现在呢，我把话筒交给我们的 Vivian 老师，欢迎我们的 Vivian 老师出场。我把话筒交给你，然后大家鲜花520飘起来。好，谢谢叶子，我的主持人。我先来共享一下我的屏幕啊，共享屏幕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吧？哎，把它大一些，大了吗？可以看到全屏吗？还不行，现在好像可以了。可以哈，还没出来。出来没？现在怎么能再大一点？可以了，看得到了。可以了哈，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啊。那个亲爱的各位家人们，大家现在好，我是 Vivian， 非常开心呢，再次受到系统的邀请，和大家在线上见面。那么很快呢，就进入咱们的农历新年了哈。那我想呢，国内现在应该正是年味儿正浓的时候哈，所以呢，在这里我先预祝大家春节快乐，在新的一年可以策马奔腾，万事顺利啊。那么在我们课程的开始之前呢，我也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山西太原人，刚才我的主持人叶子也讲了哈。那现在生活在美国纽约。那么在进入到组织行销之前呢，我曾经是一个大家眼中的那个典型的幸福的全职妈妈，不需要为了生计去奔波，然后每天的任务呢就是照顾家庭、陪伴孩子。不过呢，我也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主妇家庭妇女，即使呢身处家中嘛，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自己的要求。比如说我会坚持锻炼呀，坚持护肤啊，然后保持一个良好的体型啊。那不管是家里呀、孩子还是我自己，永远都是那么干干净净有条不紊的样子哈。那时候的我呢，经常在 QQ 空间里面去晒我和孩子们的温馨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哈。那我也会常常收到很多的点赞和留言。那仿佛好像一切都过得挺好的哈，我就是那个被很多人羡慕的那种女人，生的也好，嫁的也好。可是呢，在婚后的第10年啊，就是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呢，生活给了我一个重重的一击。那我经历了一场电视剧里面经常看到的狗血的婚变哈。那在离婚的那一刻呢，我以为自己会很洒脱，但是呢，恢复单身之后，我才发现现实比想象中还要更难哈。除了琴棋书画之外呢，生活中真的有数不清的账单，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而我呢，是那种在美国是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甚至我连自己的朋友圈都没有。那带着2个年幼的女儿，我第一次才感受到了什么是
就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的那种惶恐哈，我也不知道当时该怎么办。我可以回到父母身边也可以去重新开始哈。那看上去呢，确实好像回国是最稳妥也是最舒适的一种选择。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个声音非常坚定的告诉我说，不要后退，就是要留在这里，我想靠自己重新生活一次。那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呢，我接触到了组织行销。起初呢，我像所有的小白一样，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那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质疑，也遇到了很多打击，比如说我的亲人啊、朋友呀、闺蜜啊，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说你不适合做这一行，让我放弃哈。但当时我那个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就想不管别的，我要先在这里生存下来再说。那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呢，已经过了整整10年了。这10年的时间呢，我不仅拥有了自由的时间、丰盈的收入，同时呢，我还陪伴了我孩子们的成长，收获到了精神层面的富足，还有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的朋友哈。那现在呢，我早就已经融入到纽约这里的生活了。那就是再也没有当初那种新移民的不安，还有惶恐诚惶诚恐的。那回望这一路呢，我非常感恩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没有选择放弃的我自己，也很庆幸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呢，我抓住了机遇，不断去成长，拥有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呢，今天我想用这节课大时代里的幸福人生和大家一起分享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大时代的特征第二呢是组织行销的选择，第3呢是需求与逻辑思维，第4是拥抱幸福的人生。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时代的特征是什么那就是上面这个小的上面写了互联网强权的趋势、生命平权趋势、系统霸权趋势和消费主权趋势。那我们首先来讲互联网强权趋势。那现在的互联网呢，对我们来说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领域了我们的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互联网。那如果离开的话，几乎是就是一个手机如果都没在手上的话，可能我们就是寸步难行而我呢，也是一个资深的互联网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从 Web 1.0 时代开始呢，我就已经习惯在网上去阅读大量的信息。那后来出国呢，互联网真的给了我太多太多的便利。通过那个时候的 MSN 我不知道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的那我就可以免费的跟我爸爸妈妈还有朋友们去打这个越洋电话。那通过 QQ 呢，我可以跟我所有的朋友都是零距离的聊天那到了 Web 2.0 的时代呢， QQ 空间、博客、微博，那我们的身份呢，就从一个单方面从互联网接受信息的人，变成了一个可以主动去发送信息的人。那我就开始尝试发布我自己喜欢的内容比如说有关育儿的，有关减肥的，还有关于旅游攻略当然，在我开始进入组织行销创业的时候呢，我的成功起步也全是因为互联网的链接。当时呢，因为我人在海外长时间在家带孩子几乎没有什么社交，更别说什么朋友圈了所以在我需要拓展人脉的时候呢，首先我就是利用了这个互联网的便利条件，在百度上去打广告，然后在微博去持续发微博的博客然后不断的去引流。那我团队合伙人中呢，有90%以上都是来自于互联网带给我的陌生人市场。那当然互联网呢还是在不断的发展，到了3.0人工智能时代呢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比如说机器人餐厅机器人酒店、无人快递，那这些不断上演的高科技狠活，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真的越来越便利了但是呢，在便利的同时呢，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担忧，比如说工作岗位的急剧减少。那我看过的权威报道预测未来世界上呢，会有70%的工作岗位被机器人取代。那所以互联网到底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便利条件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危机。然而呢，在危机的背后，会不会也存在着一些生机呢？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创业呢，其实正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比如说微商、电商的蓬勃发展传统生意的转型。那在未来，谁可以真正抓住互联网创业的这个趋势，谁就可以成为真正的时代的主导。
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生命平权的趋势哈。首先我们说修身大于出身。每一个人的出身呢，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选择，也不能逃避的哈。原生家庭的环境呢，确实会影响到我们早期的人生机会，比如说教育，比如说性格的养成，还有行为举止的形成。但这些影响呢，其实是有限的。修身呢，是一个人对自身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它包括学习能力、品德的修养，还有对世界的认知。那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呢，通过修身而改变命运的例子有太多了哈。之前我记得我们系统做过的那个辩论赛哈，辩论的主题呢，就是普通人到底有没有机会成功。那在辩论中呢，我讲了很多普通人通过自身努力成功逆袭的例子啊，比如说郭德纲，比如说小岳岳，还有王宝强哈。说实话，他们这三个人哈，就算是放在这个普通人里面，他们都算是最普通的哈。小岳岳和王宝强甚至连学费都交不起。那但是呢，由于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一路去修行，最终呢才达到了今天让世人看到的这个结果。那出身呢，当然可以决定人生的起点，但是修身才可以决定最终人生的终点。那第二个，我们看学习力大于学历啊。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呢，学历当然很重要，但是呢，它已经不再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准了。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否持续成长，能否应对未来挑战的，其实是学习力，也就是一个人主动获取知识、更新技能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尤其是在这个万物互联、万物更新迭代快速的这个时代啊，很多在学校里我们学到的知识，可能短时间之内就会过时了。那只有你拥有了强大的学习力，并且呢，去不断保持更新的这样的人哈，才能始终站在这个时代的前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学习力不仅仅是一种获取知识的能力，更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和习惯。它可以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呢，可以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面对变化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快速适应这个变化的环境。那另外呢，具有学习力的人呢，可以在长期的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保持耐心和专注。那这些优秀的品质呢，真的远比一张文凭的含金量要高很多。那第三个呢，我们说这个颜值大于颜值哈，就是第一个颜是语言的颜，第二个颜是这个就是好看这个颜面的颜哈。颜值我们先说这个颜面好看的这个颜值哈，重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非常重要哈。那我们对于一个人的最初印象呢，往往都是通过颜值来决定的。但是呢，比颜值更重要的呢是颜值，也就是语言的颜。外表美丽可以给人良好的第一印象，但是真正可以打动人心和越久越浓烈的呢，其实是语言的智慧和表达的力量。语言承载的不是外在，而是内在的智慧和思想，这才是真正的魅力所在。那我们再说第四个哈，天仙胜于人仙和地仙。那我们先说这个，就是有点神叨叨的吧，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说人仙啊，人仙呢就是靠人吃饭，用自己的专业时间来赚钱，比如说医生、律师、会计师、精算师等等啊，他们有专业的技能、专业的牌照，确实能赚到很多的钱。但是呢，他们没有时间的自由，他们的收入呢是必须要亲力亲为的，做就有，不做就没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那么多年纪已经挺大的医生呀、律师呀，或者是会计师，他们连休假都没有哈，日以继日的在工作。当然，使命感肯定是一个方面，然而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生意如果离开了他们，是没有办法去继续运转下去的。那什么是地仙哈？地仙呢，顾名思义就是靠地吃饭。比如说传统生意做得火爆哈，那开在了传统的黄金的地段，收入非常可观。那么他们可以请人管理，甚至是开连锁啊、开分店哈。但是呢，不管你的生意做得再大，都是要靠地段、靠管理的。那最终成功的呢，像这些就是成功的算是企业了哈，只有5%。那我们再说什么是天仙啊？天仙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利用互联网去创业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时间自由，只要我们把这个管道修建完成，就可以开始享受被动的收入，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自由。所以什么是生命平权的时代？大家明白了吗？就是
不管我们的出身如何，学历怎么样，样貌是否出众，或者是之前从事过什么样的行业，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呢，只要我们选对了赛道，就可以成功逆袭。那这个时代呢，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机会，我们需要的呢，就是学会如何去选择这些机会。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系统霸权的趋势。时代在变迁，我们人类的社会也在不断的进步。从农业时代开始啊，土地和劳动力就决定了谁是这个农业时代的主角。那在工业时代呢，谁有资金，谁就能拥有机器。那谁有机器，谁就能赚到钱。机器呢，第一次取代了大量的简单劳动力，那全球的经济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而在现在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网络人人可以使用，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成为一个传播者。那么在这个网络时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呢？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靠系统。单打独斗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变化太快的网络时代了。我们必须呢，要依靠一个被反复验证过的可以成功的系统，才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网络的时代脱颖而出，让弱者有利可以借，让强者发挥各自的优势，轮流去引航。那系统创富的意义呢，就是让成功变得有迹可循，让成功可以被复制。运用这套系统的方法呢，人人都可以获得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再讲这个消费主权的趋势。除了人类社会进步之外呢，商业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更新的。从商业 1.0 时代开始，以产品为主导，只要你手上有足够多的产品，有足够的产品并且可以去持续去生产，降低产品成本。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商家就可以在这个 1.0 时代赚到钱。那这个时代的特点呢，是产品需求量远远大于产品供应量。消费者的选择有限，甚至根本没有选择权，这就是标准的卖方市场。这是 1.0 时代那到了商业的 2.0 时代呢，市场上已经不缺产品了。各大企业呢开始重视消费者的需求和体验，营销手段和品牌的效应呢成了这个企业竞争的重要的工具。那这个时代的特点呢，就是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呢仍然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那在这个时代崛起呢，除了一些崛起的那些除了一些大型的这种品牌公司，比如说可口可乐、宝洁公司这样的大型的公司之外呢，赚的最多的盆满钵满的还有广告商和中间商。这是在这个 2.0 的时代那到了商业 3.0 的时代呢，也就是21世纪初到2010年代那这个时代呢，是互联网兴起的时代，服务经济逐渐崛起了，电商、网商通过线上服务呢，获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那相对于这个商业 2.0 的时代呢，消费者们更在意的已经不是产品本身了，而是呢，对于商家的服务的体验。那在这个大时代下呢，出现了各大电商平台，比如说阿里巴巴、亚马逊等等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消费变得更简单了。他们接受到的信息呢，也再也不是局限于商家或者是广告商提供的那种单一的信息而是呢，可以在平台的评论区获得更多更有效的资讯。那商品的信息呢，变得开始透明化了。那到了商业的 4.0 时代呢，大致就是2010年到2020年这个期间那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呢是链接，智能设备、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技术呢，实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全面的互联。那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呢，让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的得到商家的服务，并且呢，通过互联网的使用呢，开始出现了网红个人 IP 直播带货等新的这些商业模式。那在这个时代呢，谁有流量，谁就是这个时代的主角。那么现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其实已经到了商业的 5.0 时代。那这个时代的特点呢，就是以人为本，消费者占据了这个时代的主流。消费者呢，不但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去消费，更可以通过自己的消费变成商家的合作经营商，把消费变成投资，边花钱边赚钱。那这个时代的企业呢，开始逐渐减少跟代理商的合作
代理商，还有中间商，还有广告商这些的合作哈，而把关注点呢越来越多的放在了自己的消费者身上，让消费者为自己的产品代言，让消费者可以带来更多的消费者。那商家锁定消费者的方式不再仅仅靠着一款好的产品或者好的服务，那在这个时代呢，商家更愿意把利润直接分配给自己的消费者，从而锁定更多忠实的消费者。那消费者呢，可以通过系统的扶持，有计划、有方法的让消费者裂变消费者，让时间裂变时间，流量裂变流量。通过系统呢，消费者们可以建立庞大的消费者联盟，打造新商业时代的创业方式。那么在这样的时代特征下，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个组织行销呢？或者说组织行销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有什么样的优势哈？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具体的分析。那我在10年之前呢，刚刚进入到这个组织行销行业的时候哈，第一次了解到了财富的4个象限。那我才知道呢，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用时间去换钱的，也就是说，在左边的这个 E 象限和 S 象限的E 象限和 S 象限哈，打工族当然我们不用说了哈，是为老板去赚钱，不管是白领、蓝领或者是金领，都是在用自己的能力和时间去换取收入的。那当然有的人就会说了，哎，有一些收入非常丰厚的打工族就比如说那些金领，对吧？但是大家要想，他们赚得多，证明他们给老板带来的利益更多呀。只要当一天员工，那么你就是在用时间和劳动力去换取收入的人群，除非到了最后，到了后期你拿到公司的期权，成为了合伙人，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那你已经通过你的能力做到了财富的右象限，成为投资者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S 象限自雇族。那这个象限呢，包括一些小生意的老板，比如说餐馆呀、SPA 呀、美甲店呀、理发店呀，还有就是牙医诊所、医生诊所这些律师诊所那在这个象限的人呢，拥有自己的小生意，或者是有很强的这个职业背景，那说到收入，能力强的收入肯定非常的丰厚但是机遇或者是能力差一些的，很可能也会导致到这个生意做不下去。而且呢，在这个象限的人，生意越好，收入越高，他们就会越没有时间。照顾生意呢，一般都是需要老板去亲自监督的，而那些医生诊所、律师诊所更是如此客人越多，自己越是没时间。所以呢，即便看上去他们自己也是一种就是高收入的人群，也是老板但是承担的呢却比普通人要多很多。那还是属于用时间和能力去换取收入的人群。那全世界呢，大致有90%的人都是来自于这个左边象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右边象限他们是 B 象限企业家，还有 I 象限投资者的类型。那全世界呢，有10%的人是来自于右象限的，他们的特点呢，就是用其他人的时间来为自己赚钱。那在这个象限的人呢，收入高，而且时间自由。财富的4个象限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也非常明白了那我们都知道，想要财富自由、时间自由，那就一定要成为右边象限的人。可是呢，作为咱们这种普普通通的人想要挤进这个象限真的太难了。不然就是你出身极好，长大之后直接继承家族企业不然就是能力超强，像马云这样的人，看懂了趋势，白手起家都可以成功的进入这个象限那么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平平凡凡的普通人，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成为那些少数的 B 象限和 I 象限的人呢？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大时代里的幸福人生。那这个时代呢，确实赋予了很多让普通人可以成功逆袭的机会。比如说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的李子柒她从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的女孩，通过短视频成为了全球知名的食品类的视频博主和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那她就是抓住了 Web 2.0 时代的风口，通过唯美田园的生活的这种展示和中国传统的手艺，还有种植方法的输出，让很多的观众都深深的迷上了这种纯手工做出来的精良美食。那他的视频呢，不仅在中国深受好评，在国外呢也收获了大量的粉丝。他的 YouTube 的订阅量呢，已经超过了1700万，成为了全球知名的中国博主之一。那在这个时代，其实成功逆袭的案例太多太多了。他们成功的首要条件呢，就是首先要抓住时代赋予的独特的时机点，并且坚持不断的去打磨。那么对于今天我们这群选择了组织行销的伙伴们来说，我们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呢？等一下。
好，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组织行销的特性哈。那它的第一条特性呢，就是口碑相传。之前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在这个时代是以消费者为主导，商家呢逐渐减少了跟中间商、广告商的合作，而把眼光更多的放在了消费者的身上。那么，组织行销的销售方式呢，就是通过口碑相传，消费者把自己的真实体验分享出去，通过自己的分享而获得利润。可能很多没有接触过组织行销的人会觉得这种生意模式也太不正规了哈，或者觉得这种收入能有什么大收入了，肯定不是什么大生意，对吧？但是呢，大家要知道的是，时代已经不同了。在这个时代呢，互联网让很多的事情从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那什么是正规的生意模式呢？传统的线下销售是正规，那线上的销售就不正规了吗？公司请那些大流量的明星去代言，值得信赖；用户自己的真实反馈就不值得信任吗？关于是不是大生意哈，如果这种口碑相传的生意放在几十年之前，需要挨家挨户的去敲门推销，一个一个的讲述产品特点哈，那这样的方式呢，确实是比较慢的哈，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你的一点点成绩。然而，现在我们是互联网急速发达的时代，通过网络呢，我们可以迅速的把我们的喜欢的产品传递给全球绝大部分的国家。其实现在的这个直播带货哈，我们就先不说那些大流量的明星。很多的草根网红直播一天的销量可以达到上千万，是不是有点不敢相信了哈？但是呢，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只要我们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口碑相传，绝对可以传出一大片的市场江山。那第二个呢是复利增长，第二个特性啊，复利增长呢是被爱因斯坦称为世界的8大奇迹之一。那它的威力呢，爱因斯坦说哈，甚至会超越原子弹。那我相信关于复利的故事，大家一定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哈。其实呢，我最早知道复利的故事呢，是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哈，在一本寓言故事书上看到的。那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国王和棋盘的故事》哈。就是在古印度呢，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数学家，他发明了这个国际象棋，而且受到了国王的喜爱啊。国王就问他说：“你想要一个什么奖励？”这个数学家呢，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哈。他说：“陛下，请您在象棋棋盘的第一个格子放1厘米，第二个格子放2厘米，第三个格子放4厘米，以此类推，每个格子上的米粒呢，都要比前一个格子翻1倍。”那国王一听，觉得这个数学家可真傻呀，明明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他不要哈，干嘛非要几厘米呢？于是呢，他就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但是呢，当他让大臣计算总共需要几厘米的时候呢，被这个结果惊呆了。按照这个规则哈，棋盘上64个格子所需要的米粒总数为哈，大家听好了，总数呢为184.474,673,7955亿1615，就是这么大的数字，念都很费劲，对吧？那么多的米粒呢，相当于数百吨的粮食，整个国家当时的米粒都不够去支付哈。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我是被这么大的数字惊呆了，因为完全不会念嘛。同时呢，也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少，仅仅是从1厘米开始的，倍增到64次看起来也不是很多啊，倍增64次竟然会出这么大的偏差。那么当我进入到这个组织行销行业中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了哈，单单凭借着这一个复利的特点，这个行业都是非常值得选择的创业平台。大家其实想想看哈，但凡是正规的组织行销平台，都会有一些人通过这样的平台实现财务自由，而这些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不仅是他这个人，还包括了他的子孙后代，都可以延续这种财富的积累增长，而且呢，会因为复利越来越丰厚。那我们今天在线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机会，哪怕就是从现在开始慢慢去累积，通过平台后台复利系统的加持，通过组织中人脉的不断裂变倍增，我们只要坚持下去，那在未来的几年内呢，都会看到神奇的复利效应。只要平台在，我们的收入就会不断的累积。那么我们说的复利呢，其实不仅仅是财务方面的增长哈，在生活中很多方面其实都是可以看到这种复利效果的。那我们就说
锻炼这件事哈，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忙，确实没有时间，实在是就是讲起来，哎呀，我真的没有时间，实在是没时间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每天愿意拿出来10分钟，不用多，就是10分钟，先做做简单的拉伸哈，拉筋骨，活动活动肩膀和脖子，然后出去慢跑1小会儿。那我们就从这10分钟开始呢，之后每一周加5分钟。相信我哈，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运动了。运动是这样，学习、社交还有健康饮食，其实全都是一样的道理，从最简单、最基础的做起。那重点呢，就是要坚持。复利的特点呢，就是前期的成果可能看着并不明显，但是如果你能长期坚持下来，就会让你看到它的强大威力。那这个第3个特点呢，就是杠杆时间。在组织行销中呢，每一个合作伙伴都可以被看作是时间的延伸。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哈，一天有24个小时。但是在我们的系统中呢，通过培养团队伙伴的能力，我们的时间就变成了可以倍增的时间了。比如说，我们系统中每天对于这个经销商的培训，就是让新加入的伙伴掌握业务技能，并且快速复制成功的经验。那我们的系统呢，就是专门培养团队伙伴独立作战的一整套的完善流程。通过陪跑、站桩、复盘，让团队核心领导人在带团队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独立起来。那这样呢，作为团队领导人的时间就被释放出来了。那每一个团队如果都这样做，培养出来一个又一个的团队长，那么作为领导人来说，释放出来的时间就可以做更多关于团队的更重要的事情。那这样一来，是不是我们的时间就变得越来越充足了呢？那这一点，有的伙伴可能就会说了哈，那么很多传统的生意也是一样的呀，老板雇佣了更多的员工培养业务经理，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可以释放自己的时间呢？确实是这样的哈，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呢，就是老板可以雇佣员工帮他来节省时间，但是呢，老板是需要付薪水给员工的。那些能力强、承担更多工作的，薪水自然要更高哈。那付钱还是一个小事哈，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员工他们会跳槽的呀。员工跟老板操的心永远是不一样的。即使你雇佣了很多的员工，但是很多重要的事情还是需要去老板仔细去盯对的。那么在组织行销这个行业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每一个会员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我们培养的核心伙伴，他们跟我们的关系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所以呢，一来我们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薪水给我们的核心伙伴，二来他们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都是100%的对待这个生意，因为这个生意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做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为了他的领导人去做的。那这就是组织行销跟传统生意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第4呢，就是第4个特点就是杠杆人脉哈。每一个人的人脉呢，其实都是有限的。那但是通过组织行销平台这个背后强大的系统啊，就可以把所有人的人脉链接起来，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那我们想一下，即使原来完全不认识的2个人，一旦变成了利益的共同体，是不是马上就觉得亲近多了？在组织行销中呢，通常会有很多的会议、培训、聚会。那这些活动呢，可以让我们增加更多的社交机会哈。其实说真的啊，在我最初想要加入组织行销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太想找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了。那像我这样的新移民移民到海外，无亲无故的既没有同学也没有同事，每天在家里就是全职带孩子。那时候虽然已经到了美国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哈，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不适应。每次回国就欢天喜地的，特别高兴。但是呢，每次从国内回到美国的时候，哎呀，我跟我的闺蜜们就像生离死别一样，特难受。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我在这里没有固定的朋友圈子，缺少了归属感，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我不就可以认识到很多人了吗？那从开始到现在，我真的完完全全找到自己的社交圈子了。通过组织行销的平台呢，我认识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伙伴，有些国家甚至我从来都没去过哈。那我记得有10年了吧？没有，就是很多年之前我们去迪拜旅行哈，当时在旅行的过程中呢，我第一次见到了之前自己
就是自己来自这个迪拜的伙伴。那他呢，我去到了迪拜，那是第一次去啊，那我跟他从来没见过面，然后第一次我们算是网友见面了哈，团队伙伴见面，他还带着他的一家人来看我，带我出去玩，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神奇哈。那还有就是我在迪拜的电梯的这个酒店的电梯里面，突然听到后面有一个声音在叫我说，哎，你是不是叫 Vivian？ 我就觉得很奇怪哈，回头一看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她说啊，我也叫 Vivian， 我在群里看到过你的头像，所以就想问问你。那她也是住在纽约的。那从那以后呢，我们就加了微信到现在哈。那他呢，就是我们今天我的主持人，也是我们爱健康的百人幸福长。那我想说的是呢，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社交。良好的社交呢，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感。那么，组织行销平台的特点呢，就是要跟很多人的人去交流。那在交流的过程中呢，你可以了解到很多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人，通过交流，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之前你学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南北方的巨大差异，比如说每个国家生活的不同哈，还有每一个行业不一样的有趣的事情，那真的还是蛮有趣的哈。那在任何这种情况呢，在任何其他的平台。其他任何的这个创业机会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大千世界真的有太多有趣的事情等着我们去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呢，我们顺便把钱也赚了，在赚钱的过程中呢，我们顺便把友谊也收获了。那这些呢，都是组织行销平台为我们杠杆出来的人脉资源。那我们从这个上面说的这4个组织行销的特点来看哈，不管是口碑相传，还是复利增长，或者是杠杆时间和人脉，所有的特点呢，都是让我们最终看到一个结果，那就是倍增。口碑相传，让我们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变成了一个可以得到公司利润分配的经销商。那通过这个时代互联网的便捷条件呢，让我们传播的速度和宽度更快更大。那复利增长呢，让我们亲眼见识到财富倍增的奇迹。杠杆时间和人脉，让我们越做越轻松，越做越能实现慢慢实现这个时间自由和财富自由。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到这个需求与逻辑思维哈。那今天我们讲的呢，是一个关于幸福的主题。什么样的人生是幸福人生呢？我想幸福的人，除了在物质方面的丰盈之外，更多的其实还是来自于内心哈，包括对于逻辑思维层次的提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主要围绕马斯洛需求理论和逻辑思维层次来谈谈关于幸福的这个问题啊。好，马斯洛这个需求理论呢，很多的伙伴们都已经不陌生了哈。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一种描述人类需求的理论模型。它将人的需求呢分为5个层次，按照不同的阶段排列成为这个金字塔的形状。那最底层呢就是生理需求，也就是说维持生命的基本的需求。其中包括食物、水、空气、睡眠、避寒、保暖等等哈。这一层的特点呢，就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想要活着就必须首先要满足的这些必要条件。就比如说一个饥寒交迫的人，那他们首先要满足的一定是食物，还有温暖避寒的住所哈，而暂时不会考虑到其他的，比如说是否安全呀，是否受到了尊重这些哈。那我们看第2层呢，是安全需求，主要呢就是针对安全和稳定的追求，其中包括身体安全、健康保障、财产保护等哈。那这个阶段的特点呢，就是当生理需求被满足了之后呢，人们开始关注生存环境的稳定性和安全感。那就像是一个已经不需要担心温饱问题的人，他们开始寻找稳定的工作和定居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哈。那第3层呢是社会需求，这个层次呢主要是针对归属感和情感联系的需求，包括家庭关系、友谊、爱情和人际交往哈。那这个阶段的特点呢，是充分的显示出人的本性就是社会性群居的种类，渴望和他人建立情感的联系，并且渴望去获得认可啊。那第4层呢是尊重的需求。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追求自尊和被他人尊重，包括自我成就感、自信、被他人认可和尊重。比如说，是否被外界认可，是否可以得到一些荣誉和奖励，还包括对于内心的认同啊，比如说自信啊和自我价值感的体现。
那第5层呢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主要内容呢就是激发自身的潜能，追求个人理想，其中包括自我成长、创造力发挥、追求真理、实现人生目标。那这个层级的特点呢是相比之前的几个层级更加注重内在的驱动，内驱动哈。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呢是一种包含性极强的理论，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从中找到目前自己所在的层级，而绝大多数的人呢都是在不断的追求美好和更加幸福的生活，所以呢也是在不断的在这个需求的金字塔上去往上攀登啊。而满足这些需求的基础还是源自于最基本的物质的满足。那么今天我们爱健康平台提供给我们一条非常稳妥的实现最高层级人生价值的过程。100人幸福长可以满足第1层和第2层级的需求，那300幸福长呢就可以进入到小康的阶段，满足心理的需求了。成为了500幸福长，所有的物质的需求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了，那他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精神层面的需求。那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是能力，而是认知哈。认知呢，我们看这边就是右边分为6个层次，分别是下3层和上3层。那第1层呢就是环境的归因层，也就是最底层哈。这一层的人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从来都不找自身的原因，认为都是外界的环境和条件决定的，所以长期呢就是被动消极，喜欢抱怨。那第2层呢就是行为归因层，那这一层的人呢认为只要努力就可以获得成功，所以他们就会不停的去加班加点的工作哈，就忘了人的工作时长和体能都是有限的哈。那我们都知道勤奋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呢并不是唯一的条件。那在这一层的人呢有可能获得稳定的收入，但是没有时间身体状况呢通常也不会太好，这是第2层次哈。那在第3层呢是能力归因层，那在这一层的人呢，他们认为工具、方法、技术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哈，所以呢他们特别热衷于各种方法论。那在第4层呢，我们就来到了上3层哈。处在这个层面的人呢，属于精英的认知层，他们强调信念、价值观、原则。他们认为只要相信才能看见，而不是看见了才会相信。他们会按照价值观的重要排序来精准分配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那第5层呢，是他们明确自己的身份的定位，知道我是谁，认为自己就是天生的王者，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比如说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哈，那就算他们再穷困潦倒，也会坚守艺术的纯粹，为了捍卫自己的身份，付出再多都是在所不惜的。那第6层呢是精神层，也就是最高的一个层级。他们认为呢，这个世界会因我而不同，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呢，会倾注毕生的精力，甚至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一般都是历史长河中非常璀璨的明星和领袖。那认知层在1到3层的，就像我们举例，就像拉磨的驴一样认为自己在勤奋的前行，实际上呢，往往就是在原地打转，常常会陷入无解的这种死循环里面。越节约越穷，越加班越忙。而处在相同认知层级的人呢，是没有办法帮助同样层级的人的。如果想要去成功破圈一定要接受来自更高认知层级人的指点，那他们往往呢更能够帮助你去看清这个生活中的真相。所以呢，我们经常说的是要向上去社交这样才会让我们的生活慢慢向上，而不是越陷越深，或者是在原地打转。认知决定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不管现在我们处在哪一个层级这个都没关系，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成长、愿意学习的心，就可以成功的去破圈。就像很多我们团队的伙伴之前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经济状态真的可能是非常差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像大部分身边的人一样，整天去抱怨社会、怨领导、怨父母、怨老公、怨孩子。他们想改变现状，所以呢，愿意付出所有的行动，一层一层的去突破认知的限制从最底层开始改变，不断寻找各种的解决途径、学习方法，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
认知一变呢，整个人的状态都会跟着发生变化。脱离开原来的圈子，就可以看到更广的世界，认识到更多精彩的人。那慢慢的呢，他们的经济状态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好了。我们系统中是不是有太多这样成功的例子了哈？成为500幸福长、千人大将军的，他们已经完完全全的进入到了上3层的这个认知的层面，他们有相信的能力，也可以坚持自己的信念，用坚定的信念去影响更多的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去享受我们的幸福人生了哈。首先，我们要说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幸福的人生呢？这是一个历史上永恒不变的经典话题啊。每个人呢都对于幸福有不一样的定义和解读，但是最终呢，幸福其实是源自于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平衡哈。说到平衡呢，我们就可以把围绕在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事物归类成为8个部分啊。首先呢，第一个部分就是健康和体能，这个道理大家都是明白的哈。健康是我们活着的第一要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精力充沛的身体状态，加上合理的饮食、运动，还有良好的睡眠哈，这就是我们实现幸福生活的基础保障。没有健康，根本谈不上其他任何的追求。那么现在我们所有线上的伙伴就要问问自己了哈，平时有没有去锻炼身体的习惯啊？是不是懂得合理安排饮食和作息时间呢？有没有定期去做体检呢？有没有关于家庭健康方面的基本的常识等等啊？如果还没有的话呢，请一定要认真的把它们列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作息表中。相信我，只要大家愿意认真执行下去，你的整个状态会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财务哈，就是我们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包括收入、支出、储蓄，还有投资等等和经济有关的所有方面哈。财务到底有多重要？这个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也非常清楚哈。经济状态决定了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安全感，也决定了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到达的地方。所以呢，大家可以自我去审视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是否有足够的经济保障，是不是会合理的理财规划，还有没有对于突发事件需要用到的这种储备资金的储蓄等等哈。好，那第3大轮呢，就是事业。事业呢，是我们个人价值体现的重要标志。当然，事业也是我们财务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哈。我们是否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是否对这份工作的收入感到满意？那你的职业有没有向上发展的空间？那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和有职业目标？这都是在这个第3轮事业轮的内容哈。那第4轮呢，就是家庭轮。那就是和家庭成员还有你的伴侣之间的关系啊。家庭呢，是我们幸福感来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想要获得幸福的人生呢，就一定要留出足够的时间去陪伴家人，还有学会如何去沟通哈，处理好家庭之间的这个和谐关系。那接着我们进入到右边的这个朋友轮哈，其中包括同学啊、同事啊、邻里关系啊这样的哈。良好的人际关系呢，有助于情绪的调节和支持系统的建立哈，也是我们幸福感的来源之一。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是否有非常亲密的好朋友啊？你是不是擅长跟其他人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啊？还有关于社交，你是不是一个高情商的、受欢迎的人等等哈。那第6轮呢，就是成长轮，包括知识技能的提升和内在心灵的成长。我们可以自测的是有没有定期学习新的知识的安排，有没有对于新领域的，就是对于新的领域哈，你有没有这种学习的兴趣，还有这种了解的愿望哈。我们都说呢，投资自己是这辈子最好的投资哈。那么我们有没有固定的费用是用来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的？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一成长轮里面的哈。那第7轮呢，就是休闲。上面呢我们说了要保持健康，努力赚钱，拼事业，搞好家庭和朋友的关系，关注个人成长。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也要注意休闲和娱乐。那娱乐呢，可以让我们充分的放松和释放压力，有张有弛，才可以让身心健康的发展哈。那么我们自我检测的时候呢，主要就是检查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你有没有时间去学一门乐器啊，或者是练习书法呀，或者是出去旅行等等啊。那第8轮呢，这里写的其他，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心灵和精神层面的，可以包括信仰、价值观或者是人生的意义之类的哈。
对于这个人生的8大平衡轮呢，我们可以自己自测哈，比如说每一项呢，我们都可以给出来10分。那如果用全职妈妈来举例哈，就拿我自己是全职妈妈来举例，假如呢我的测试分数哈，比如说我的健康是8分，财务我可以给5分，事业给1分，家庭给10分，朋友3分，成长2分，休闲我可以给到6分，精神我可以给到2分这样的一个分数哈。那么一眼看得出来的是呢，已经严重失衡了哈，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分数做出来这个在最低的部分做出调整。那我在财务状况我给的5分，就是因为当时是全职妈妈嘛，那财务状况一般都是依靠家里的另一半哈，不能自己完全自由分配，所以呢我就给了一半5分。那么说到事业，照顾孩子就是我的唯一的事业哈，所以呢分数是最低的2分。那么首先我要做出调整的肯定是这个2分嘛，事业方面的，比如说利用带孩子的碎片时间，我可以做一些兼职哈，赚多赚少并不重要。那因为财务状况不是很低嘛，所以找一个可以兼顾家庭的收入来源，就可以把这个事业这个分值去拉高一点哈。那之后呢，我相信在成长和精神方面也是可以随之去提高的。那只有接触更多，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才有更多的动力去追求更好的这种生活品质哈。那当然很多的伙伴看到这个平衡8大轮都会说哈，说起来简单呀，但是做起来太难了，难就难在时间太少，而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那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相同的困扰哈？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屏幕上去留言一下，看大家最多的困扰是什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找到这个解决平衡问题的方法哈。爱健康呢，就是可以满足人生平衡8大轮的终极解决方案。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5个关于创业成功的基本因素哈。第一个，公司。爱健康的公司呢，我们用一个稳字来表达。那公司呢，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不到2年的时间呢，就全款在洛杉矶的黄金地段买了独立的办公大楼。那第3年呢，投资1亿美金在洛杉矶建立了自己的药业基地。前几天我们的团队伙伴已经去这个基地全体参观过了哈。那第4年呢，就是继续投资1亿美金在中国福建平潭建立药业基地。从成立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爱健康公司呢，除了在美国洛杉矶的总公司之外呢，额外还开通了加拿大分公司、香港分公司、马来西亚分公司以及台湾分公司。那即将开放的是中国分公司，还有欧盟分公司。那爱健康公司呢，给自己的布局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保健品公司，而是跨界融合的100年企业。那说到公司的长远计划呢，除了3个5年计划之外，在产品研发和生产方面呢，也是做足了准备。爱健康不仅有自己的独立药业基地，那还有自己阵容强大的研发团队，并且呢，他们在不断的寻找更多顶尖的研发团队，让自己的产品呢一直可以保持在全球的顶端。那寻找创业平台呢，首要的第一条件就是这个平台是用一个长久的发展心态来打地基做江山，而不要选择一些就是看起来初期的投资回报率极高，但是根本没有任何发展前景的创业平台。那对于我们的公司呢，总结一句话，就是符合天道的创业公司。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产品哈。爱健康的产品呢，首先在未来最具发展前景的大健康的品类中，而且呢，针对创业来讲，产品的单价不高，是刚需性的快速消耗产品，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回购率会非常的高，也就是保证我们的持续性收入的稳定性。那爱健康公司产品线呢，非常的简单哈，有主打抗衰的 NMN 系列的爱健康品类，还有靶向修复型的爱生命系列，外加我们最新的智能穿戴设备健康指环哈。那我们产品的种类不多，但是呢，款款都是市面上独一无二，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那在时代这个趋势的主航道的产品，在未来这个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全球趋势下呢，谁能真正的解决衰老这个问题，谁能真正修复亚健康这些问题谁就可以真正的拥有一大片的市场江山。那第3，我们来看这个制度爱健康的制度呢，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呢，它是一家轻资产创业的平台，想要成为加盟商完全没有任何的门槛。
制度设置呢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不管你是从零起步，还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行业经验，在这里都可以快速的看到结果，奖金变现快，形成收入管道稳定。虽然我们不像普通上班族一样固定有上班有底薪哈，但是呢，在爱健康呢，只要我们开始组建团队，团队上传的积分都是月月变现，没有任何积分的折叠或者是收入的陷阱。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普通人参与的创业平台，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的创业风险。那第4个呢，我们就说一下我们的系统哈。我们的系统呢有非常强大的金牌的讲师团队，还有专业陪跑导师，运用阿米巴思想呢培养团队领导人。只要你有一技之长，都可以在系统里面去发光发亮哈。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燕之歌系统呢受过培训的这个伙伴，不管走到哪儿都可以发光发亮，成为众人中的焦点。那第5个呢就是时机。但凡是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哈，做生意嘛就是要看机遇的，有的机遇是遇到对的人，那有的机遇呢是遇到对的平台，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机遇就是在一个正确的时机点去进入。那爱健康呢目前是正在第6年哈，刚刚过了新公司最动荡的前3年，正在进入飞速的增长期。爱健康公司呢有3个5年计划，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呢将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其实经常会谈论关于选择公司的一些想法哈，就是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老的公司好，还是选择新的公司好啊？其实每一种选择都有自己的道理。比如说选择老的品牌公司，一定是因为公司已经有了完善的硬件和软件的设备，产品呢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所以不管是在经营的时候呢，还是推荐产品哈，都会觉得相对于比较简单。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公司什么都好，营运的也好，但是呢，这样比较稳定的公司呢，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继续保持稳定自己现有的市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非常好了，这是他们的目标。但是呢，对于新进去的经销商来说，其实就少了很多的发展机会，市场饱和，公司扶持力度不大，而且产品呢也可能会相对比较保守哈，毕竟每一个公司保留好自己的拳头产品就已经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公司呢，它当然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各种设施不够完善，但是呢，他们有的就是发展空间和各种各样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新公司呢，也需要他们自己就想要在市场上去站稳脚跟嘛，所以呢，就要不断的去找机会，去求发展，去扩张市场。那么作为这样新公司的经销商来说，我们跟着公司的发展一起趁势而行，自然也会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哈，就是大时代下的幸福人生。每个时代呢都有不同的机遇。那在这个时代，科技日新月异，人工智能呢也逐渐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工作岗位的减少，这不禁让我们会感到很迷茫，也有点害怕哈。但是在迷茫的同时呢，也赋予了我们无限的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如何才能获得自己的幸福人生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结起来呢，终归也是差不多的。幸福需要的是健康，是成长，是友谊，当然更少不了财富。那所有构成幸福的因素呢，终归呢还是需要找到一个载体，可以让他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去渐渐呈现出来。比如说今天我们遇到的爱健康平台，首先它就是一个让人获得终身成长的平台。我们有巴米爱云端商学院，让每一个爱健康的伙伴都可以在这里获得免费的教育。不管之前你的学历背景是什么，不管你的年龄，只要你不放弃成长，在这里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一切。那除了行业知识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可以用得到的内容，比如说如何做一个高情商的人，如何打造个人 IP， 意向能时间管理等等哈。爱健康呢，当然我们每一个人能得到的就是健康了。我们有顶级的高生物科技保养品，我们有最专业的研发团队和全球顶级制药工厂，为我们的产品质量做足了保障。那在爱健康呢，我们既可以成为这些顶级保养品的消费者，如果我们愿意分享呢，也可以成为这些产品的代言人、代理商，边吃边赚钱，边健康边富有。
那在爱健康呢，我们可以认识到来自全球各地的朋友，通过平台呢，我们不仅仅是朋友，还可以是利益的共同体，还可以成为永久的合作伙伴。通过平台呢，我们真的认识了来自太多不同国家的朋友哈，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呀、英国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德国、意大利、厄瓜多尔、智利等等哈。生命的精彩就在这里等着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探索呢。那关于财富，爱健康给了我们一个轻资产创业的生意。这个生意虽然是轻资产，没有投资，更没有风险，但是呢，却可以成就我们反转人生的梦想。通过好的产品、完善的全球物流和金流的疏通，再加上独一无二的奖励机制，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创业。通过越来越大的这个流量的增长，公司呢将会进入到资本市场和逐步完成2个转型。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伙伴会问了，公司发展很好，上市和转型那也是公司的利润呀，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哈。爱健康的优势呢，就是每一个爱健康的会员都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会员。随着公司的上市，会员们就有资格拥有公司的原始股。未来不管是公司的上市还是转型，都跟我们每一位会员的利益息息相关。爱健康和我们每一个创业合作伙伴都是利益的共同体，这跟传统生意模式、代理模式完全不一样，这也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最好的一个礼物。那来到今天分享的最后呢，我们再次回到关于幸福的主题。什么是幸福哈？那穷人说呢，幸福就是吃饱穿暖、衣食无忧；病人说呢，幸福就是大病初愈、小病消退；那盲人说，幸福就是重见光明、得天见日哈。那老人说，幸福就是返老还童，重活一次。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我要说的是，幸福呢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能力。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到希望，这是一种幸福；在困境中可以找到出路，这也是一种幸福；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发现了机遇，这也是一种幸福。那还有一种幸福呢，就是找到了通往幸福生活的终极解决方案，走进爱健康，融入8米爱，幸福呢就真的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么在这个即将跨入2026年的充满节日气氛的冬季哈，我想对线上的伙伴送上最真诚的祝福。2025年已经过去了，这一年或许有挑战有起伏，但是所有走过的路呢，都将在这个季节慢慢沉淀成为力量。那么从现在开始，愿所有的伙伴可以带着冬日的宁静和坚定一路生长。愿我们可以穿过寒冷，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那好了，今天的我分享就到这里，我再把这个主持人呢把话筒交回主持人，谢谢。OK，非常感谢我们亲爱的 Vivian 老师带来这么通俗易懂的这个精彩分享。那通过 Vivian 老师的分享，我相信线上的朋友们对我们爱健康公司，对现在这个大时代的这个互联网趋势是不是有了更加稳定的了解。现在的这个行业是萧条的，那我们互联网的兴起，我们爱健康走在这个时代的引流上，万物都可以连接。通过网络全球化和科技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智能化、数字化，然后电子商务的这个蓬勃发展，让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与组织营销的结合，让我们一根网线就可以连接天下，让我们告别了这个单打独斗的时代，团队合作、系统创作、简单高效智能化，它可以让弱者可以变强，强者就可以轮流领航。我们爱健康在系统作业下创造时间的复利，让消费者裂变，消费者可以让流量裂变，流量就形成了我们跑大的这个消费联盟和创业联盟，打造这个超级经济个体化。然后我们幸福人生8大轮，健康、财务、事业、家庭，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平衡中寻求突破？然后爱健康是我们最终极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爱健康公司有雄厚的这个资金实力，我们的产品在行业是最牛的，那我们的是消耗产品，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趋势。我们的制度这么好，人性化，无门槛，轻资产就可以运营，有扎实的稳定管道，前期它可以留人，后期能做到成功，没有天花板。我们的系统是互赢，也是王道，符合网络至尊时代线上运作体系和科学流程，能留人，让伙伴可以免费终身成长。我们的时机现在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刚刚过去5年，爱健康已经飞速进入这个成长的管道上，
伙伴们，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在一所没有围墙、终身免费的社会大学里学到终老，有健康，有财富，大家一起慢慢变老，